以生命之外的身份去观察时间长河中修仙者的红尘情仇。末法时代、朱棣时代、黑暗动乱时代，所有的时代都有我的身影。而我唯一能做的事，就是亲眼看着曾经的故人死去，然后为他们送葬。宿主已沉睡1年，寿命增长1年，获得属性点+1。我陈长生对打打杀杀没有兴趣，我只想好好的睡觉，顺便送故人们最后一程。沉睡10年，曾经的村子已物是人非；沉睡100年，昔日的皇朝已经不在；沉睡1000年，随手种下的花朵已经成为无数修士争抢的灵药。沉睡10000年，原来养的小鸟已经变成了一方妖帝。老师，是您回来了吗？曾经的故人呀，如今的我该怎么面对你？该死的李瘸子，那假货骗我！10年沉睡结束，属性点到账。猥琐发育才是长生之道。10年了，战乱应已平息，念慈该回来了。请问念慈在吗？我不认识念慈，你找错地方了。这里不是念慈的家吗？或许他早已经不在了。长生，是你吗？不许欺负我娘！10年了，你还是和当初一样。为什么？分开后我被匪徒追杀，是他将我从死人堆里救回来。当时李瘸子说，你买了一具棺材，然后我等了你3年。这3年来一直都是他照顾我，他对我很好。沉睡10年不过弹指一挥间，如今我容貌未变，他却已经30了。我们注定是2个世界的人了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告诉哥哥吧，他是娘亲的人。我叫李念生，今年6岁了。念生，真是一个好名字。我叫陈长生，以后可以叫我长生哥哥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原来的房子不在了，我去李瘸子棺材铺那里住一段时间。娘，长生哥哥是你的朋友吗？不是朋友，是一位很熟悉的故人。念慈一听就是男子对心上人私下的称呼。那长生哥哥能找到他的心上人吗？不知道，或许他已经找到了。好了，爹爹快回来了，我们一起去做饭给他吃好不好？好。李瘸子，你的棺材有问题，我要退货。放屁！老子做的棺材从来没有人说不好。看来我真是大限将至了，陈长生那个死穷鬼怎么来找我了？李瘸子，当初你可是和我打包票说，如果棺材出了问题，可以来找你退钱。现在你这个样子，是想赖账吗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这里有什么东西你看上的，尽管拿走就是了。李瘸子，你就不怕我吗？当初我坟上的土可是你帮我埋的。郎中说我最多还有3年的活头，无儿无女没想好，你觉得我在乎少活3年还是多活3年？为什么？自己给自己来买棺材的人我见过，但是兴高采烈给自己买棺材的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对了，小子，有没有兴趣来我这儿当伙计，包吃住，不给工钱？学会了我这门手艺，你一生大概率饿不死了。李瘸子，你这条件也忒小气了吧？多少给点工钱呀？我死了，东西不都是你的？这巴掌大地方你也看见了，旁边这口棺材就是你的床了。正好你也喜欢睡棺材。你不是要教我做棺材吗？给我这书干什么？技多不压身，实话告诉你吧，白事一条龙我全会，你要学的东西多着呢。说得好，技多不压身。讲道理，棺材睡习惯了，睡床还真不舒服。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，8年时间如白驹过隙。太平平月里白事不多，改善伙食的机会也少。至于积攒的那10个属性点，我全加在了防御上。李瘸子没死在第3年，他整整撑了5年。某天晚上躺进去后，就再也没能起来。长生哥哥，念生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这里是棺材铺，你一个丫头成天往我这里跑，像什么样子？我才不管那么多呢，他们爱说什么就去说吧。而且现在瘟疫横行，他们哪还有心思来管我？我去给你做饭了，你快从棺材里出来吧，别整天睡在里面。瘟疫横行整整1年了，最初爆发时，念慈夫妇就染病去世，白事还是我帮忙办的。按照我沉睡的规则，间隔不能低于总寿命的1/10。8年过去了，按理说我早该再次沉睡，
可是念生这丫头现在举目无亲，我怎么忍心留她一个人在这世上？算了，早睡晚睡都一样，还是等着小丫头嫁人再说吧。长生哥哥，你是仙人吗？你这丫头说什么傻话呢？我要是仙人，怎么会看着你娘他们中瘟疫而死？你娘可是我很好的朋友。我今年14岁了，早就不是以前的小丫头了。不就是没给你买糖葫芦吗？实在是你那牙齿不能再吃甜的了，改天我带你去买。念慈，是我娘的小名。你是在怪我没有救你娘吗？不，我从来没有怪你。我娘死的时候，我从你眼里看到了伤心和痛苦。从小你就把我当妹妹一样照顾，我太了解你了。如果你有办法能救我娘，你一定不会看着她死的。这个秘密是娘在临终前告诉我的，她知道我……明天带你去抓兔子。为什么？当年你错过了一次，现在你还要做同样的事情吗？我希望亲手埋葬你的是你的子孙，而不是我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18年前，我还未出生，那时她便已和我娘情投意合。可18年过去了，她的容貌依旧停留在20岁。她能活很久很久，久到凡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地步。长生哥哥总是那么好骗，我又骗到你了。作为惩罚，你今天打算送什么给我？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。长生哥哥，听说明天镇上会有仙人来选徒弟，我想去试试。仙人能活很久很久，或许那个时候我就能一直陪着你了。念生，仙人不是……长生哥哥，让我任性一回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我先回去了。长生哥哥，你有时间多出来晒晒太阳，不要老是躺在棺材里。长生哥哥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人终被年少不可得之物困其一生？你这样做，何尝不是给自己添加了一道枷锁？仙人显灵了，瘟疫退了，多谢仙人救命之恩，多谢仙人。16岁之下，欲求长生者，可上前测仙缘。果然是极品水灵根，丫头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仙人修仙之后还能回来吗？当然可以，待你学成之后自可下山。另外，这里有些东西你可以交给你家中的亲人。仙人，这里面是什么？回家打开之后你自会知晓。你有1个时辰的时间处理家事，1个时辰之后我就要带你离开了。多谢仙人，且容我去处理好一些琐事。凡人那点羁绊断了便是。这极品水灵根属实万年罕见，若非我偶然经过临时起意，宗门就要错过这天大的机缘了。如此机缘，定不能让其出现半点意外。长生哥哥，仙人要收我为徒。长生哥哥，仙人要收我为徒。你真的想去吗？想。为了什么？为了长生。天下有很多人从凡人变成了仙人，但却从来没有仙人变成凡人，足可见长生路是一条不归路。若是有一天你走累了，你且回头一看，长生哥哥永远在你身后。修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哎呀，仙人光临寒舍，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呀！这丫头有仙缘，她未来前途不可限量。
这一切都多亏仙人慧眼识珠，念生这丫头从小就调皮，以后就要劳烦仙人费心了。对了，不知仙人所居仙山是何处？若是有时间，我也好去拜访一下。南边万里之外有一宗门，名为玲珑宗，普通人30年也未必走得到。你若是想来，那便来吧。我此次出来有任务在身，我们要快点出发。长生哥哥，你的话我记住了，我一定会来找你的。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恭喜发。躲了这么久，出来吧。还不出来？是打算让我请出来吗？哦，看样子那个老女人是真的走了。这一天天的，不是在躲这个，就是在躲那个。会飞了不起啊！小爷睡个1800年照样可以飞。你最好别动念生的坏心思，不然小爷把你家祖坟都给挖干净。在这里停留了8年，容貌半点都没有发生改变。镇上已经传起了谣言，若是继续待下去，可就不是保养得好这种说法能糊弄过去的了。30年走不到，小爷不能走50年吗？我什么都不多，就是时间多。离开小镇已经20年了，念生留下的包裹里只有这本简陋的功法、1颗丹药和一些金银。这么多年过去，那颗丹药我依旧没有服下，不是因为不舍，而是刚拿到时我还如获至宝，可见识过这辽阔的世界后才发现，这不过是花1800两银子就能买到的江湖大陆货。修仙者也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稀有。这20年里每天翻看，每一个字我都能倒背如流了。系统，这上面说3天之内能达到炼气1层的是天才，1天之内能达到的是顶级天才，1个时辰之内达到的是100年难出的天才。那像我这种花了20年才达到炼气1层的，是什么水平？提示：境界只是衡量实力的一个标准，但不是唯一标准；功法只是变强的一种手段，但不是唯一手段。这个时代的修行体系不适合宿主，但并不代表下一个时代的修行体系也不适合宿主。系统，下一个时代是什么意思？天下没有不灭的皇朝，修仙界同样也是如此。众生之所以认为某些东西会永久存在，只是因为它们存在的时间太短暂了。怪不得那婆娘听到我要拜访的时候满脸嫌弃。我总共花了50年才走到这儿，普通人运气不好，活到50都够呛。听说了没？李念生师姐仅仅入门50年就已经金丹大成，这惊人的天赋，连闭关已久的宗主都被惊动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千年难遇的天之娇女啊！那么多青年才俊、天之骄子去求结为道侣，全被拒绝了。你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比不上长生。李师姐对长生大道的执念真是无人可比，不愧是我们修仙界最纯粹的修仙之人。本来还打算混进玲珑宗去看看他，现在看来完全没这个必要了，也根本混不进去。这家毫不起眼的无名棺材铺安静地开张了。3年了。请问有人在吗？施主，你怎么能躺在棺材里呢？棺材是死人睡的。我就想好好睡个觉。阿弥陀佛，多谢施主指点，是小和尚我着相了。想不到你人虽小，还蛮有悟性的嘛。说吧，小和尚，来我这棺材铺做什么？最近天佛寺和玲珑宗联手，降服了一位作恶多端的魔修，那魔修誓死不从，想买一副棺材他入殓。你有钱吗？我是开门做生意的，可不能做赔本买卖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出发吗？要是再拖下去，那位施主的尸体就要发臭了。行，走吧。
们这些修仙之人都这么没人情味的吗？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这世间的因果不是你我所能看透的。且不说他生前做了什么，这人好歹也是你们费尽心机才抓到的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多少也得挖个坑给人家埋了呀。直接扔在这荒郊野外算怎么回事？这修仙界，我看就你这个小和尚还有点人情味儿。立碑需要知道死者的名字，还需要写上立碑人的名字。他叫什么名字？这位施主乃是天魔宗宗主，外号血魔老祖，具体姓名无人得讲。至于立碑之人，施主自行处理吧。小和尚受门规所限，不能为其立碑。行吧。施主，你的外号叫送葬人吗？是呀，我是卖棺材的，专门给人收尸和下葬，不是送葬人是什么？我的事情已经做完了，先走一步。以后还有这种差事，记得来找我。真是个奇怪的人，他身上似乎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感觉。若不是替他整理仪容，想破脑袋也想不到这老魔头居然在牙齿上做了手脚。看着阵纹的走向，应该是储物类型的阵法。那血魔岛主如此处心积虑抢来的东西，里面绝对不简单。陈长生的修仙天赋烂到了极致，蹉跎50年光阴，他也才勉强达到炼气3层，这甚至比不上那些天才一顿饭的功夫。在认清现实后，他便将所有精力都转移到了阵法和炼丹上。他虽然只懂些基础，血魔老祖布下的阵法也极度高明，但这对于陈长生来说，并非无法跨越的鸿沟。因为阵法靠的是时间积累，而他最不缺的就是漫长的寿命。10年了，是时候了。伪灵根，我在这修仙界混了50年，这伪灵根是个什么叫法？原来不是功法，是血魔老祖的人物自传。这老魔头当初的资质，竟然是修仙界最低级的5行杂灵根。丹药、功法、阵法都无法提升灵根品质，但他却发现灵根吞噬灵根可以提升。靠着这种良性循环的吞噬，他硬生生逆袭成了一方大能。可惜这种逆天之法后来似乎出了大问题，而这一切的源头似乎都与一个名叫宁缺的人有关。加上疯狂杀戮引来门派围剿，记录到这里就断了。这血魔老祖真是个旷世奇才啊！这种稀奇古怪又丧心病狂的方法都能被他琢磨出来。系统，你说他多次念叨的人造灵根构想有可能实现吗？感觉非常有道理。宿主既然心中有疑惑，何不自己去寻找真相？别闹，这种危险的事情我怎么会在自己身上做呢？要是一不小心出了意外，那不就亏大了？而且我也不想像这个血魔岛主一样，一辈子都被人追杀。宿主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寻找一个最安全、最稳妥的办法。最安全、最稳妥，有这种办法吗？日积月累之下，未必不可以解决这个难题。有道理。时间看似软弱无力，还是神兵利器，都敌不过这时间的侵蚀。所有的事情在时间面前都会变得微不足道。至于人造灵根那些没攻克的难题，不着急。忙碌了3个月，现在要好好休息一下了。陈长生，今日贫僧一定要与你辩上个300回合。你好歹也是天佛寺传承人，众人口中的一星大师。若是让人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岂不是让人笑话？他们想笑就让他们笑去吧。就算他们把我捧上了天，也改变不了我输了20年的事实。听你这意思，今天还想和我辩法？那是当然，不和你辩法，我来找你干什么？
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，就只有你能和我在佛法上一较高下了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这修炼天赋是真够烂的。20年前你是炼气3层，现在你是炼气4层，你这境界增长的速度也忒慢了吧？我真担心你某天一不小心就嗝屁了，到时候我找谁去变法呀？修行天赋又不是我能决定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那你有什么办法？没有修炼天赋，我可以帮你啊。虽然不能改变你没有灵根的事实，但是延长寿命还是没问题的。你总是不告诉我你活了多，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么一个朋友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寿命这种事情不要看得那么重，一切顺其自然就行。今天我不想和你变法，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不帮，除非你同意我给你延长寿命。没问题，你如果帮了我这个忙，我就同意你给我延长寿命。什么事情尽管说便是，我一休大师保证办到。你来玲珑宗应该就是为了参加长生仙子接任长老的典礼吧？怎么，你也想去见识一下？不是，我想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长生仙子。你别告诉我你喜欢长生仙子，这个女人压根就对道侣的事情不感兴趣，你还是别白费功夫了。我看你还是早点死了这条心吧。只要你把东西送到她的手上就行，多余的话不用说。你若是办到了，我就同意延长寿命。先说好，东西我可以帮你送到，但我不能提你的名字。一旦被长生仙子的追求者知道这件事，你估计会死得很惨。小和尚，80年后见。70年，对于凡人是一生，对于修仙者，不过弹指一挥间。大前皇朝玲珑宗今日万仙来朝，只为庆贺一人接任长老之位——长生仙子。他在短短70年内突破元婴之境，速度之快闻所未闻。但最让人敬畏的是他那坚定不移的道心。不起争端，不结道侣，不恋权势。若问他苦修的目的为何，答案永远只有2个字：长生。念生，典礼快要开始了。师父，我不想当长老，我只想安静的修炼。你还是放不下他。我踏入修仙之路就是为了他，若是没有他，一切都将会毫无意义。 70年过去了，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。师父，你不懂，长生哥哥说过的话一定会算数。他说长生路漫漫，若有一天我回头，他一定会站在我身后。他说过，那他就一定做得到。好了，师父，长老之位我还是要接任的。哦，想通了。因为只有成为玲珑宗的长老，我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，更好的功法。我可不想在这条路上停下脚步，因为我知道长生哥哥也不会停下。这70年来，只有在提及陈长生的时候，他的脸上才会出现这样的笑容。可是，这如同泡沫般的幻想，究竟还能持续多久呢？长生，真的是所有人都能触及的吗？但从来都没有修仙者能做到长生，更何况一个凡人。若有一天念生的幻想破灭，他坚不可摧的道心，恐怕会瞬间瓦解吧。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。上清观送琉璃丹2枚。天佛寺送佛经1本。怎么办？长生那家伙认死计，要是不把这木雕送出去完成约定，他绝对不肯让我给他延寿。拼了！就算回去被师父训斥，关上10年禁闭也得送。长生师叔，
失职，还有另外一份贺礼送上。天佛寺的礼已经送过了，这是他自己准备的。小和尚动凡心了，目标还是一心向道的长生仙子。这八卦起码得唠20年。有心了。年轻人爱搞花里胡哨，这70年里，长生仙子收到的所谓代表心意的礼物无数，哪一个最后不是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？这种独特的动物形状，普天之下只有长生阁一个人会。他没有失约，他一直都在陪着我。东西我很喜欢，典礼结束之后，你单独一人来见我，记住，单独一人。是什么情况？长生仙子看上了一个筑基期的小和尚。感谢仙祖保佑，念生他终于想明白了。虽然这一休的辈分、实力和年纪都差了那么一点点，但这不是大问题。等天佛寺那几个老和尚退位，他的辈分自然就上去了。甚好，甚好。一休这小和尚天资不错，就是实力低了点儿。双修功法的事确实有点难办，玲珑宗好像没什么好存货。罢了，慢慢来。一休贤侄啊，你师父慧海禅师最近身体可好？回宗主，我师父身体安康，只是最近有所感悟，闭关清修，所以才让小僧代为前来。不卑不亢，果然是名师出高徒。你们年轻人的事情，我们这些老一辈就不干预了。100年之后，等你境界稳定了，记得来玲珑宗提亲啊！宗主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贺礼……年轻人做事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，更不要因为自己的实力暂时弱那么一点就不好意思。不是，宗主，您听我说。至于你师父那边，我赵德柱亲自去说。你们天博寺又不是没有劫道侣的先例，我和你师父认识300多年了，这点面子他还是要给的。完了，越描越黑，这下全天下的修仙者都要误会了。算了，等典礼结束和长生之师单独见面的时候，再跟他解释清楚吧。师叔，事情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那样，那个木雕真的不是我的。这里原先真的是个棺材铺，你要相信我呀！陈长生这个王八蛋怎么突然消失了？这下我就是长了100张嘴也说不清了。一休，在。你想和我结为道侣吗？不想，现在不会想。以后也绝对不会想。这样最好。你如果敢有这样的想法，我就把你的光头从你的肩膀上摘下来。还有，从今以后，无论谁问你，你都不准提陈长生这个名字。若是你敢透露半个字，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。阿弥陀佛，小僧绝不吐露半个字。长生师叔不仅认识他，看这反应，绝对认识了很久。师叔放心。小僧保证不会透露半个字的。可是小僧经常来这里，若是有心人刻意调查，总会查到一些蛛丝马迹。到时候小僧该如何应对？你们之间的经历可以如实说，但必须隐去他的相貌和名字。若是有人硬要问他的称呼，你就说他自称送葬人。送葬人？小僧明白了，送葬人。那小僧以后还能再见到他吗？应该会吧，毕竟他是一个很念旧的人。一肚子的问题没人解答，看来唯一能解开这些谜团的方法，恐怕就只有时间了。陪念生丫头长大花了8年，走到玲珑宗花了50年，在小镇上又待了20年，80年的寿元，现在满打满算就剩2年了，即将开始沉睡，怎么也得给自己挖个好地方。啧啧，简直完美。
我怎么能想出这么聪明的点子呢？只要一下雨，上面那些松软的泥土就会冲下来，完美的糊在堵门儿的石头上。等个1、2年，草籽发芽，占满杂草，这里人为挖掘的痕迹就会彻底消失，谁也别想打扰我睡觉。辰日前要做的第2件事，人造灵根。研究了血魔老祖的自传整整10年，总算搞出了这个稳妥的配方。系统，这方法真的能行吗？能不能行，宿主试一下就知道了。失败的结果，无非就是浪费你根本不在乎的沉睡时间罢了。也对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，就算失败了也没什么损失。修仙界根本没什么所谓的灵根，那不过是人体对某种属性的敏感度罢了。修仙就是改变自身属性的过程。既然如此，就把我自己当成药材泡酒吧。人造灵根果然可行，这下再也不用担心被那些大能抓去做研究了。长生的秘密绝不能暴露，在能对抗那些化神元婴期的老怪物之前，我必须要有自保之力。系统怎么回事？我沉睡前明明是炼气4层，各项属性都有提升，怎么现在一夜回到前放前，变成凡人了？沉睡期间，宿主体内灵力会缓慢向外扩散，失去灵力支撑，基础属性自然回归凡人标准。注：通过属性点获得的永久力量除外。罢了，炼气4层而已，凭我现在的上品木灵根，几天就能练回来。我陈长生定要再踏先路。呼，系统，我这91点防御力，在这修仙界能扛住什么级别的毒打？回宿主，筑基中期境之下的攻击形同刷杀，筑基中期可破防，筑基后期可致重伤，筑基圆满有死亡风险。真是天助我也！有了这株药，这次我一定能突破炼气9层。碰瓷儿呢？妖族，我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连根灵气毛都没有，妖族跑来干嘛？陈长生在洞穴中发现晕倒的胡尔娘，并查看她手中的秘密。回春草，看这品相，起码有80年药龄了。当年顺手撒的一把种子，竟然突破了生长上限，还给我招来个炸门的贼。你不要吃我，我的肉是酸的。没吃过怎么知道是不是酸的？我看你长得挺水灵，吃起来口感一定很好。我不水灵，我一点都不水灵，我就是有点婴儿肥。其实我全身上下都是皮包骨，你要是吃了我，肯定会硌碎你的牙的。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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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, 你
你不是不化骨？尸身百年不腐化为浆，千年不灭才为不化骨。那玩意儿水火不侵，刀剑难伤，以怨念为力，以血肉为食。要是真有那种不祥之物站在这儿，你现在连骨头渣子都被嚼碎了，还能在这儿跟我讨论硌不硌牙？晚辈有眼无珠，打扰前辈清修，还请前辈恕罪。沉睡80年，外界变成什么鬼样子都不知道，不如拿这小狐狸当个活地图。你怎么会一个人跑到这荒郊野岭来？你的族人……前辈，晚辈是流浪至此的。既然如此，你又无依无靠，不如跟着我，我可以护你周全。前辈，你是说让我跟着你？怎么不愿意？今夕是何年？这附近可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动？如今是大前380年，此地一切安好，没听说有什么变动。不过晚辈听说东边300里之外的上清关近日有化神期的大能现世。当年那传送阵居然把我甩得这么远，念你是无意之举，本座就不追究你擅闯洞府之罪了。你走吧。啊，前辈，我就这么走了？前辈，你不打算收我为徒吗？那你还想干什么？留下来当干粮？可是这种情况，前辈你不是应该赐下机缘的吗？谁告诉你的？传闻中都是这样的呀，说大能出关，遇到有缘人必有造化相赠。都说狐狸狡猾，这么缺心眼的倒是头一回见。也罢，你我相遇即是缘分，那本座便赐你一些机缘。气沉丹田，一手灵堂。所谓筑基，不过是水到渠成之事。也不知道当年一休那5岁还尿床的小和尚说的这些感悟到底靠不靠谱。算了，随便忽悠几句，缘尽于此，你走吧。若是你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你的小命可就不保了。多谢前辈指点之恩。好险，差点露馅儿。防御力再高，攻击力为0，真打起来还真不一定干得过这小狐狸。36计，走为上。念生有了他自己的生活，我也该去寻找下一个能让我打发这漫长岁月的好地方了。陈长生，你给我出来！清风师兄，有什么事儿吗？长生师弟，你来上清关已经整整10年了，10年时间，你依旧在炼气9层徘徊。哎呀，师兄莫气。筑基这种事情嘛，急不得，慢一点儿总没什么大错嘛。人生的路这么长，慢一点儿挺好。我觉得我应该快筑基了。上品木灵根，全宗门的团宠，正常人5年就筑基了，你这家伙到底是要耐心到什么时候？你这不是慢不慢的问题了，你压根就没打算筑基吧？别人延长炼气期是为了打下坚实根基，你呢？一拖10年，你空有炼气9层的境界，可你连炼气7层的外门弟子都打不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修道就是修道，要这么多目的干什么？另外，打架这种事情有师兄你就够了，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。师兄你还是莫要再为难我了。少在这给我打马虎眼。筑基这件事情是师父亲自叮嘱的，你突破也得突破，不突破也得突破。无量秘境马上就要开启了，师父他老人家亲自给你要了一个名额，这次你跑不掉。长生，你入我上清观有多少年月了？回禀师父，弟子入关已有10个年月了。10年前恰逢师祖出关，你正好路过上清观，师祖于茫茫人海中一眼就选中了你。当时我就看出你骨骼清奇，是难得的修仙奇才。当时师祖直接将你带回，说你与道有缘，破例赐于内门养在后山，不曾与我们相见。这些年来，时常惦记着你。哎呦，师父，骨头要断了，您轻点儿。你是否与道有缘，为师不敢妄下定论，但你是否能给为师解释一下，后山那块放了300年的雷击枣木，为什么会变成一口棺材？师父，小师弟完全是无心之举，您就原谅他这一回吧。
求师傅开恩。求师傅开恩。哼，无心之举。我只给了他外围阵法的路线，核心阵法从未告诉过他。3年前那块雷击木还好好的，昨天我去看，它却变成了一具上好的棺材。陈长生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很好奇，是什么样的无心之举，能悄无声息地破开我的大阵，将雷击木变成棺材？师傅，那块雷击木已经放了很久了，虽然材料可遇不可求，但对师傅您现在的境界来说，多少有些鸡肋了。那东西对我有没有用，我还用你来教？那是我留下来准备雕刻三清祖师的。外人入关，看到气势宏伟的三清祖师像，定会生敬畏之情。现在雷击木没了，你来告诉我这事怎么办？道在人心，三清你一诉即可。想让旁人懂我道门，何须外物？小师弟果然与道有缘，这22个字尽显我道门风采。好，哼，悟性尚可，但实力却是狗屁不如。雷击木的事暂且记下，若是不能在无量秘境筑基，小心你的腿！现在赶快给我滚！看到你们就心烦。也就只有我元神上的徒弟才能写出如此有道韵的对联。看看这字，贴画银钩，气度不凡，一般人哪能写出这字呀？慧海秃驴和赵德树那个王八蛋，等长生筑基之后，定要杀杀他们的气焰。修道1000年，居然还没有一个徒孙看得透彻，有意思。师兄，你的灵力再后些，风力太大，都让我无法专心看书了。长生，你整日捧着书本，到底都在看些什么书？只要是书我都喜欢看。我不但喜欢看书，我更喜欢看这世间的每一件事物，所以我选择先看这世界。那你看了这么多书，这些书对你有帮助吗？当然有。如果不看书，我怎么能解开师傅的核心阵法？师兄。哈哈，小师弟，你有所不知，师傅他老人家可是阵法大师，藏经阁里的阵法可都是他老人家写的。师兄说笑了，师傅并不擅长阵法之道，藏经阁怎么会收录师傅的阵法呢？说话真伤人，好歹我也是你师傅，元婴境大能，你一个炼气9层有什么资格点评我？既然藏经阁当中没有收录师傅的阵法，那你是怎么破阵的？就算师傅不擅长，那也不是你一个炼气9层可以参悟的呀。师兄说的没错，按照常理，我自然参悟不了师傅的阵法。但师兄却忽略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天下间所有的事都是有迹可循的。师父有所涉猎的乃是五行阵法一脉，在阅览五行阵法一脉的书籍时，我还发现了师父当年留下的笔记和感悟，因此我对师父的布阵习惯有了一些了解。明月，你掌管藏经阁，咱们上清宫有五行阵法一脉吗？我虽然没有小师弟博闻广识，但是藏经阁的大致分类我还是知道一些的。没听说过五行阵法这一脉啊。二师兄当然不知道了，二师兄看守藏经阁是在30年之前，但五行阵法早在50年前就被撤出藏经阁了。小师弟，你别告诉我你去了书府。二师兄果然慧眼如炬，我确实去了书府。那地方我刚入门时去过几次，甚至还在里面翻到了凡人的想见画本《金瓶梅》，确认大多是无用之物后，我再也没踏足过。他居然跑去那里。小师弟，你该不会把书坟里的书都看完了吧？明月师兄莫要说笑，
师弟我才入门10年，何谈看完？呼，那就好。不过我已经看了3/10了。3/10？书坟里书籍的3/10，恐怕有40万之巨吧？没有这么多，书坟里共有藏书983521本。这些年来，我一共看了286385本，勉强有3/10吧。师弟，你说的五行阵法一脉，我好像听师傅说过，这是200年前某个宗门的看家本事，只不过后来被淘汰了。既然如此，那藏经阁之中收录的应该也就是五行阵法的基础和一些介绍，你凭借这些就能破了师傅的大阵？当然不是，我刚刚说过，师傅他老人家传承于上清观，而且不擅长阵法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师傅大概率是无法自创阵法的，所以师傅他老人家的阵法本事都来源于上清观的藏心阁。我在书坟当中看到了五行阵法的典籍，得到了他老人家自己对阵法的一些见解。我终于明白师傅是如何将9宫八卦阵和北斗阵如合在一起的了，其中是借用了五行阵法的破阵而入。在知道了阵法如何布置后，我再次开始尝试，花了1年半的时间完成了棺材的制作。这就是你说的棺材？师傅，您的雷击木死得真不冤啊！这混账小子，为了把我的极品雷击木劈成棺材，居然整整磨了8年，我都不知道该夸他有恒心，还是该骂他死脑筋。凡人寿命不过100余年，这小子，他是真就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寿元耗尽啊！哎呦呦，这不是元神上人吗？50年没见，你居然突破到了元婴中期了，真是可喜可贺啊！有话说有屁放，贫道不想和你这种粗俗之人有过多的交流。虽然我的境界比你高那么一点点，徒弟也比你的徒弟厉害那么一点点，但你也不能因为这么点小事儿整天生闷气啊！我知道你眼红我收了一个好徒弟，200岁不到就已经是元婴后期，如果实在找不到，凭借咱俩的交情，我高低得帮你找一个。呸！谁稀罕你那个破徒弟啊？老子有更好的！你徒弟不是200岁不到就元婴后期了吗？我的徒弟100岁之内就能达到元婴后期，你等着吧。不行，越想越气。清风，等一会儿你带着你师弟他们进去，我再去和赵德求那个王八蛋理论一番。赵师伯和师傅是过命的交情，他们俩这斗嘴的戏码，我都看了150年了。师兄，不是说玲珑宗有一个叫长生仙子的天才吗？怎么没有看到他的身影？长生仙子去大千国边境了。不只是长生仙子去了，就连天佛寺的一休禅师也去了。一休是禅师？一休禅师是天佛寺的继承人，也是大前皇朝仅次于长生仙子的天才。他100岁出头便已经达到了金丹后期，据说是最有望超过长生仙子的人。当初那个胆小心善、隔3差5就跑来找我变法的小和尚，不过是睡了一觉，如今竟然也成了独当一面的一休禅师了。师兄，那他们去边境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当然是与夜月国开战了。夜月国作为妖族之国，每过200年便会与大前皇朝打上一场。虽然大前皇朝多次获胜，但也始终消灭不了他们。最近也不知是怎么了，夜月国居然提前发起了国战，距离上次大战也才过去170年，提前了整整30年，确实让人有些费解。那是修士，夜月国突然提前发动战争，总觉得有些隐隐的不安。你就别想了，这等国战只有金丹境以上的修士才有资格参加，暂时还轮不到我们操心。等你达到金丹境，国战恐怕早就结束了。无量秘境马上就要开启了，快和远山进去吧。长生师弟，这是哪里啊？我这位九师兄今年才13岁，虽是难得的水火双灵根，性格却是在上清宫里出了名的胆小。远山师兄，你好歹也是筑基中期的高手了，不要这么胆小好不好？长生大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3岁就被师父带到上清观了，每天除了修行就是修行，对于外面的事情，我哪有你了解啊？那你肯听我的吗？
我当然听你的呀！你去偷师傅的雷击木的时候，还是我给你把风的呢。既然听我的就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采花吧。采花？长生大哥，我们采花干什么？酿酒呀！这里应该是无量秘境当中的百花海，4去必息的花都可以在这里生长。我在古籍中看到过一种仙酿，名为百花酒。如果能在这里酿造出百花酒，不仅能提升我们的实力，还能在关键时刻救命。以前因为条件太苛刻，我一直没酿出来。现在这可是天赐的良机啊！可是，师傅是让我们进来寻找机缘的。根据无量秘境地图显示，从这里往东走30里，有一处残破的青铜古殿。古殿里有你所说的机缘，但需要经过残酷的考验。我知道这个消息，其他人也知道。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去青铜古殿接受考验，和其他门派的弟子争个你死我活，随时有丢命的风险；第二，留在这里陪我酿百花酒。师傅和3师兄都好酒，有这等绝世仙酿奉上，他们高兴还来不及，我们肯定受不了什么责罚。在这残酷的秘境中，众多修士正为了机缘厮杀，而陈长生和远山的日子却过得异常悠闲自在，与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长生大哥，你快来看，这是什么？怎么了？长生大哥，这里有块带花纹的石板。这东西体积似乎不小，挖出来看看。长生大哥，这是什么文字？我怎么看不懂呀？你当然看不懂，因为这是2000年前的文字。啊，2000年？大前皇朝才建立了1800年，这具棺木是大前皇朝之前的东西。闭嘴！这种文字我也只是在古籍中认识过一些，有些字我也不认识，让我仔细想想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们真是走大运了。上面写了什么？一个人的生平：无自幼修行，18岁时战3981场，胜756场，负3225场；80岁时战4498场，胜1325场，负3173场；200岁时战1650场，胜985场，负780场；500岁时战130场，胜115场，负15场；1000岁时9战9胜，蓦然回首，天下再无敌手。唉，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，诚寂寥难堪也。偶寻得一处洞天，欲孤独终老，然再三思量，终另选他地，不愿一身传承断绝，特葬石棺于花海之下。长生路漫漫，非心诚者不可得。唉，长生大哥，这人也太厉害了吧！一辈子居然打了这么多架，不过为什么他越到后面打得越少呢？这还用想？当然是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能和他交手的人已经不多了呀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他1000岁的时候，那9场战斗一定是惊天动地的战斗，9战9胜。虽然只是简单的4个字，但却怎么也隐藏不住他的兴奋。想必这9场战斗，定是他一生中最满意的战斗。长生大哥，既然那位前辈留下了传承，那这里为什么没有设下考验？谁说没设考验？整个无量秘境就是最大的考验。面对那种取之不尽的金山，谁还会关注这毫无作用的花海呢？忘了初心的人，又怎么会停下脚步看一看？打开看看，说不定有线索。好。得此机缘，证明尔等尚未被外物所迷惑。无善拳法，此套拳法蕴含了吾之毕生所学。此拳法不重招式，而重于意。晚年迎战9人，
9拳出，9人败。太厉害了！这就是真正的神吗？神亦会陨落。拳法可以输，但拳势不可弱。一拳打出，定要叫对手肝胆俱裂。敢问前辈尊姓大名？世人称吾拜拜仙尊。多谢仙尊赐下机缘。敢问此拳法叫什么名字？在我手中是我的拳法，在你的手中便是你的拳法，故拳法无名。长生大哥，我结丹了！炼气9层，不，我竟然不知何时已经达到了筑基圆满，距离结丹只有1线之隔。长生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1个时辰不到就结丹了？不是1个时辰，我们在里面起码度过了2个月。2个月？有这么久吗？当然有。你忘了挖出棺椁时破坏的花朵，无量面境灵气再充沛，没1-2个月绝对恢复不到这样。那如果已经过去2个月了，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离开秘境了？估计快了，走，快点收拾东西，搞不好马上就会被排挤出去。别愣着，里面可还有我辛苦酿造的10坛百花酒。怎么回事？师傅和大师兄怎么没来接我们？6师兄在那边，走。6师兄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？师傅他们呢？边关告急，师傅和大师兄他们2个月前就已经赶赴边关了。你们2个看样子都有不小的收获，这样我也放心了。接下来这段时间，上清关由你们执掌，看好家。6师兄，你也要去？军情如火，我必须立刻赶去支援，你们保重。6师兄向来是出了名的稳重，能让他如此失态急切。边关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？师傅、师兄，你们可千万要平安。还有那个小和尚和那个傻丫头，世事无常，只盼大家都能安好。20年间，大前皇朝与夜月国爆发旷日持久的血战，上清观半数力量被抽调。第5年，连闭关的化神老祖也奔赴边关。昨天说的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不行。为什么？10年前你亲口答应我，等你看完书坟里的书，就准许我去边关。现在书坟里的书已经被你看得一本不剩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？你可别忘了，师父不在，我才是上清观的代理观主。20年了，原先那个什么事儿都要跟在我屁股后面问的小屁孩，敢跟我拍桌子叫怼，拿身份压我了。长生大哥，你还能笑得出来吗？7师兄死了，5师兄瞎了，最疼爱我们的大师兄断了1条手臂。我现在已经是金丹后期了，我可以帮到他们了。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师兄们出事了。边关的战局比想象中还要惨烈，连元婴期的大能都战死了10多位，金丹期去参战，也不过是高级一点的炮灰罢了。这气息，走！三师兄，三师兄，三师兄，传观主令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上清观观主，九师弟宋远山为上清观副观主。传令下去，上清观大小分观全部往西后撤3000里。三师兄，师傅呢？师傅他们呢？夜月国不知为何，元婴期大能突然暴增1倍以上，师傅被3位元婴后期围攻，最后陨落在凤凰山上。突然遭到埋伏，是大师兄。大师兄拼着自爆，硬生生把我送了出来。大前皇朝战败了，以边关为起始，割地5000里，赔偿给夜月国。那师傅的尸体呢？你为什么不带回来？你是想眼睁睁看着师傅的尸体被人炼制成傀儡吗？说话呀！再摇，三师兄就要被你咬死了。你伤到了根基，
我本领有限，救不了你，只能吊着你的命。夜月国的攻势如此之猛，他们的目标绝对不会只是区区5千里，他们想要吞并整个大前皇朝。远山天赋不错，就是还有些孩子气。这50年，你要好好教导他，上清观的未来就在他身上了。宋师兄，我走了。长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去给师傅和师兄他们收尸。那口雷击木棺材也是我提前为师傅预备的，现在正好用上了。我们修仙就是为了长生，世人都以为便能得到大逍遥，殊不知长生才是最大的痛苦。师傅他们脱离苦海了，我们应该为他们高兴。三师兄，你说修仙界有一个神秘的存在，专门给寿元已尽的人收尸，一旦他出现，就意味着死亡。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，大家只知道他叫送葬人。对此，我只想说，送葬人没有你故事里说的那么恐怖，他呀，真的只是一个卖棺材的。长生大哥，你还会回来吗？我为你们每个人都做了一具棺材，等你们用到它的时候，我会再回来的。悠悠岁月10年，3岁的远山变成了13岁的少年郎，每个人都在变。可是整整20年过去了，我再次回到上清观，长生师弟的眼神竟然依旧像他刚来那天一样清澈见底。远山，过段时间你对外宣布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就说上清观的关门弟子陈长生修炼时不慎走火入魔，暴毙而亡。为什么？长生大哥他明明活得好好的，他还要去接师傅回家呀？照我的话做就是了。长生他有他自己要走的路，上清观与他的缘分已经尽了。这个时候宣布死讯，是不想上清观拖累他，也是在保护他。师祖总说，能入道门者皆是六情缘浅，却又重情重义。旁人不懂他，我们不能不懂他。一场跨越5000里的送葬之旅就此拉开序幕。我那爱面子的师傅呀，你平生这么爱面子，死都要死得风风光光，现在又怎么会允许自己的尸骨抛洒在异国他乡呢？就让我这个做徒弟的带你回来吧。师徒一场，这次就不收你零食了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人族入场必须交3枚铜钱，少一个子儿直接剁了喂狗。人族交钱。哎，好嘞好嘞，两位军爷辛苦了。感受着这城里若隐若现的灵力波动，没有显露修为果然是对的。随便一个边关小城都有金丹修士坐镇，夜月国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强？幸亏这5年我没有御剑飞行，而是一步步走过来的。一个人族金丹在这天上飞，简直就是活靶子。公开选婿的都可以去跑。听说了啊，可那跟咱们有啥关系？就咱俩这血脉，有资格当妖王的女婿，没资格去凑个热闹也不错嘛。听说这次狐族为了巴结妖王，准备了一具元婴境傀儡作为贺礼呢。元婴境傀儡？你该不会是喝多了开玩笑吧？这傀儡是狐族从凤凰山弄来的人族修士，当初为了杀他，狐族可是出动了3位元婴后期老祖呢。师傅呀，我花了整整5年时间徒步走到这儿，刚一落地，你就给我出了这么大一个难题。狐族可是夜月国的强族，3位元婴后期，我一个人也打不过人家呀，这该怎么把你弄回来？我现在的实力跟人家硬碰硬，无疑是鸡蛋碰石头，看来只能智取了。等等，狐族要把师傅当贺礼送给妖王，那如果我成了妖王女婿，是不是就有机会名正言顺把傀儡要过来？虽然这想法听起来有点荒诞，但理论上好像没什么问题啊。启禀妖王，公主她逃跑了。废物，那还不快派人去找！若是我女儿掉了一根狼毛，你们统统提头来见。哼，这么喜欢嫁人，你们自己去嫁吧，本姑娘可不奉陪了。到底该用什么当聘礼呢？夜月国的公主招夫婿要想俘获这美郎芳心，实在头疼。我除了一表人才的相貌和学富五车的知识之外，真是再也拿不出别的东西了。救命！前辈救命！他们要杀我！不是，这种情况你不是应该英雄救美吗？你就这样直接跑了？难道连一丝丝好奇心都没有吗？不是，你赖着我干什么？前辈，他们2个要杀我，还请前辈出手相救。
呸！少用这种拙劣的演技来骗我，他们根本就不是来杀你的。想要杀人的人，哪有只追人不动手的道理？你再看看你身上，到处都是法宝。你一个筑基境修士，有这么多好东西，合理吗？你指定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偷跑出来，他们是来带你回去的。这人谁啊？我绝对不认识他。仅仅在远处看了一眼，就能分析出这么多东西，分毫不差。他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既然被你看出来，那我也就不装了。他们的确是来带我回去的。我被抓回去，最多也就是责骂一顿，然后关几天禁闭。但你就不一样了，如果你不带我逃离他们的追捕，我就说是你将我诱骗出来的。到时候你觉得我家里会怎么处理你？别白费力气了，这道如影随形符可是元婴期修士炼制的，你一个小小的金丹是绝对解不开的。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，还不如跑快点。追我的可是2个金丹后期，我们快要被追上了哟。这位姑娘，我不想掺和你的家里事，更不想和你有什么纠缠。先前的事情我可以一笔勾销，你不要再缠着我了，好不好？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有能耐你就打碎我身上的防护罩呀！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，那你可就别怪我了。这是上清观的血盾，你是人族。恭喜你猜对了，不过没有奖励哟。大哥，一个金丹中期怎么会使用这么高明的盾术？还有，咱们夜月国的腹地怎么会出现来历不明的人族？现在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还不快去追！公主被人族带走，要是出了差池，我们就等着被灭族吧！阵法器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出事了，你的下场会比死还惨。我本不想招惹是非，但你自己凑上来，这可就怪不得谁了。就凭你这破阵法也想困住本姑娘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，就是压制了一下你体内的血脉而已。你说的很对，这个阵法确实很破，因为这是我从一本古籍当中看到的残阵，修修补补之后也勉强能用。它的功效很简单，那就是压制妖族的血脉，让其现出原形。不可能！如果人族有这样的阵法，大前皇朝早就拿出来用了。哎呀，你这妖族丫头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呢？这种类型的阵法当然是有限制的呀。古籍中的大阵可以对金丹期的妖族有用，但我补全的残阵只能对筑基期的妖族起效。而且你也看到了，这种阵法脆弱得很，稍微一碰就会散架。你刚刚要是不把机会浪费在放狠话上面，直接动手，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了。解开禁制的方法是什么？想都别想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有胆量你就杀了我！我当然没那个胆子杀你，但我可以把你的毛给剃光。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我告诉你就是了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？你这身家还蛮丰厚的嘛，一般的元婴境修士都未必比得上你。这家伙一看就来头不小，这些法宝上十有八九被留下了神识标记，绝不能轻易拿出来用，放进系统空间最稳妥。有了系统的绝对格格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查不到我的踪迹。东西都给你了，现在你可以放我走了吧？如果你还嫌不够，我可以给你更多。我爹是……我不想知道你是谁，我也不想知道你爹是谁。你如果不说，我办完我的事情之后，自然会将你放了。但如果我知道了你的身份，你可就只有死路一条了，你明白吗？
为了灭口，我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明白就好。接下来，我给你做一点点小改造，保证让你改头换面。你说什么？月儿被一个人族带走了！皇上息怒，属下无能，没能保护好公主。竟然有人用如此恶毒的手段屏蔽天机！哼，跟丢公主，这是你们的失职，自己下去领罚吧。多谢老王，多谢老王。龟老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老朽觉得这件事情绝不简单。月儿被人带走之后，老朽第一时间就尝试推演她的下落，但是月儿的行踪似乎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掩盖了，推演出来的结果只有混沌一片。这种蒙蔽天机的手段，绝非区区一个人族金丹期修士可以做到的。龟老言之有理，刚刚我也推算了一番，同样发现天机混沌无比，能干扰天机的存在，起码也是化神期的修士。带走月儿的人，看样子是有备而来。若只是简单的绑架勒索，这件事情或许会简单许多。但我更担心，带走月儿的人是冲着那件事来的。我们夜月国一举攻下大前皇朝半数国土，军中平白无故多出了这么多高阶修士，很难不让人起疑心。更何况妖族内部似乎也并不是那么团结。是指是剑齿虎一族吗？狐族最近也异动频频，他们似乎已经察觉到月儿才是所有事情的关键。哼，既然他们这么想玩，那就陪他们玩玩吧。正好借此机会，让他们清楚地知道，谁才是这夜月国真正的王。这妖族的皇都看起来和人族的地方也没什么区别嘛。松口！不松！你还我洁白如雪的狼毛！和你说过很多次了，这墨汁是我特制的，根本洗不掉。要想恢复毛色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你的毛全部剃光，然后等新的毛重新长出来。另外，看你这么难过，我就大发慈悲给你起个名字吧，以后就叫你小白，以此来祭奠你那已经消失的洁白如雪的毛色。太欺负狼了，你给我等着！对了，当初夜月国和大前皇朝开战，大前皇朝的修士被打得溃不成军，但我听说玲珑宗的长生仙子和天佛寺的一休禅师在你们境内消失了。切，如果能杀早就杀了，谁能想到你想套我的话？只是随便问一问，你不愿意说就算了。真的只是随便问问？你用的血遁术乃是上清观的不传之秘，非内门弟子不可学习。天佛寺、玲珑宗、上清观这三大宗门可是大前皇朝的顶梁柱，彼此之间同气连枝。你突然问起这两人的下落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是随便问问？你很聪明，但是你刚刚的话让我更加疑惑了。血遁是上清观的秘术，别说妖族，就是大韩皇朝的一些外门弟子也不见得知道。你一个妖族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我是妖族，你是人族，我们非我族类，各为其主。不过嘛，我现在对你的身份倒是很好奇。上清宫有9大真传弟子，其中最为杰出的有4人，这4人的名字连起来正好是一句诗：清风明月本无价，近水远山皆有情。清风、明月两人已经陨落在战场上了，李近水重伤逃亡。看你的行事作风，绝对不会是他，拥有如此高超的阵法造诣，难不成你是圣观第9位真传弟子宋远山？你对上清观真是太了解了，甚至比大前皇朝自己的修士还要了解。看样子大前皇朝是出了叛徒呀。没错，大前皇朝就是出了叛徒。不如你来猜猜，这个叛徒到底是谁？我不用猜，也不想去猜。皇朝更迭不是我能改变的事情。我来这里，只想把我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。嘿呦呦，原来你打的是这个算盘呀！但是你恐怕办不到了。上清观观主元神上人的尸体早就被狐族炼制成了傀儡。狐族可是我们夜月国的强族，不但高手如云，族内更有化神期大能坐镇。你一个小小的金丹期，能拿他们怎么样？要不你还是乖乖把我放了吧，说不定本姑娘重获自由后心情一好，就能把你师父的尸体要回来还给你呢。多谢你的好意，但在没有确保我自身绝对安全的情况下，
我是绝对不会放了你的。另外问一句，你身上应该没有追踪标识吧？哼，你猜？我检查了很多遍，你体内并没有什么标记，但这也不排除有一些更高明的手段我没发现。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已经在你体内种下了87道禁制，一旦出现意外，你会瞬间死于非命。你敢？不是敢不敢的问题，我已经这样做了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一直抱着你？夜月国子民皆知，我完颜阿骨朵有一独女完颜月，如今小女已到婚配之年，我欲在天下青年才俊当中挑选出最优秀的一位，将小女许配于他。诸位才俊若是有意，尽可上前。启禀狼王，在下对完颜公主仰慕已久，愿意一试。林兄，在下也对公主仰慕已久，看来我们得公平较量一番了。胡战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仰慕完颜公主？你该不会是信口雌黄吧？林兄说笑了，对女子的爱慕未必要像林兄这般闹得世人皆知。我胡族知书达理，怎会做那种有违礼数之事？哼，胡族出了名的牙尖嘴利，跟他斗嘴，我绝对讨不到半分便宜。胡族和胡族少主都站出来了，论实力论背景，哪还有我们的份儿啊？既然如此，本王现在宣布考验流程。等一等，我也要参加。这啊！抱歉，请让一让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有点急事。人族陈长生，拜见狼王。在下虽然没有见过完颜公主，但也想参加此次招婿大会。人族参加我们妖族的招婿笑话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人族滚出夜月国！你想迎娶我的女儿，你凭什么？就凭在下拥有一颗真诚的心。人族参加妖族的招婿大会，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。现如今我来了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在下对完颜公主的心意吗？好一颗真心，就冲你这颗真心，本王允许你参加招婿大会。本王有言在先，只要是筑基境以上的修士，皆有资格。你虽是人族，但也符合条件。明日便是考验，能否成功，看你本领。龟老，这位人族修士远道而来，想必暂时还没有居住的地方，你且安排他到胡府住下。莫要上人族，我觉得妖族不懂待客之道。遵命。这里就是夜月国的中心广场了。见过胡兄，这几日恐怕要去府上叨扰了。陈兄有如此胆识，真是令在下佩服万分。能与陈兄同住一个屋檐下，简直是天大的幸事。你们胡族总是喜欢做这种丢脸的事情。这人的装扮一看就是大前皇朝来的，手下败将，如何有资格站在我等面前？灵狐，脑袋不灵光就不要出来丢妖族的脸。大前皇朝确实是夜月国的手下败将，但夜月国打败的只是大前皇朝，不是整个人族。你这番言论若是被一些人族大能听到了，到时候引起两族大战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妖族内斗，你们是想让外族看笑话吗？陈兄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刚刚一不小心提到你的伤心事了。虽然夜月国正与大前皇朝交战，但我胡族一向亲近人族，还望陈兄不要介意。无妨，胡兄快人快语，在下怎么好意思斤斤计较呢？陈兄，这是你饲养的战宠？这倒不是，我在路边遇到的，看他瘦骨嶙峋流落街头，一时心中有些不忍，所以将他带在了身边。原来如此，陈兄真是宅心仁厚啊！回狼王，那个人族已经送去胡府了。月儿是被一个人族带走的。龟老，你觉得这两人是否有联系？此人来历不明，而且出现的时机又如此凑巧，想必和公主的失踪脱不了干系。但就算他和公主的失踪有关系，也定然不会是幕后主使。一个金丹期修士还没有资格隔壁天机，此人估计只是幕后主使派出来的马前锤。在没有确定公主的下落之前，我们万万不可轻举妄动。若是抓到那幕后之人，本王定要将其碎尸万段。前辈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媚娘呀。
这面容是30年前我刚苏醒时遇到的那个胡尔娘。原来是你啊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前辈，进屋说话。前辈，你不该来夜月国的，这里是是非之地。看来你这只小狐狸知道不少事情，但这与我无关。我的目的很简单，只想迎娶完颜公主。前辈，你与那完颜公主素未谋面，我知道你一定不是为她而来，但无论你是为了什么，请你赶快离开夜月国。招婿大会就是一场骗局，你留在这里对你没有半点好处的。骗局？这就有点意思了。狐族和虎族这2大夜月国的支柱都参加了，怎么会是骗局呢？再者说，就算这真的是一个骗局，你一个小小的妖族又是怎么知道的？前辈，当年若不是你赐下机缘，媚娘恐怕永远无法筑基。招婿大会骗局的具体内容我不能告诉你，但我只能说，招婿大会的地点一定会定在夜月国的禁地。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关键的东西在手，去了之后只会十死无生。狐族和虎族已经拿到了那关键之物，所以他们才没有生命危险。若是前辈非去不可，那一定要在禁地中寻找和您一样的人族。5年前2国大战，有2位人族掌握了一些秘密，后来被夜月国化神大能追杀进了禁地。如果他们还活着，他们可能就是前辈唯一的生路了。小白，叛徒，他简直就是妖族的叛徒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2个被撵进禁地的人族，应该就是长生仙子和一休禅师吧？小白狼，你说？想都别想！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我警告你，千万别放了我，不然我一定将狐媚娘那个贱狐狸碎尸万段。当年狐族心慈手软放过了他，没想到他居然反过来帮助外人，他该死！看来你们夜月国经历过一次大清洗啊！我当年遇到狐媚娘的时候，她还只是一个炼气9重的修士，甚至连化形都不完整。那个时候的她语气中充满了天真，一点都不像是在底层摸爬滚打的修士。当时我还疑惑，一个妖族豪门大户的小姐怎么会跑出来独自历练？现在看来，她根本不是自己跑出来的，是被你们撵出来的呀！哼，谁说狐媚娘是豪门大户的小姐？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妖族而已。你这话就多少有些欲盖弥彰的意思了。不过这也正常，因为你没有见识过底层修士的生活。修仙界是一个人吃人的地方，底层修士更是如此。有时候亲如手足的朋友也会为了一块灵石杀得头破血流。狐媚娘如果不是豪门大户的小姐，以她当初那种天真的性格，恐怕早就死得连骨头都不剩了。如今她再次回到狐族，恐怕是要报当年的月血海深仇呀！哼，就凭她一个小小的筑基境修士也想报仇？别说是她，就算再加上你，你们2个在夜月国也翻不起什么风浪。哼，都说过很多遍了，我对你们夜月国的秘密没兴趣。你们是否要灭大前国，我也管不了。我只想把我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。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呢？如果只是想带回故人的尸体，你至于费这么大的劲儿吗？现在我甚至怀疑，你和我的偶遇也是你早就安排好的。你就是心存不轨，企图颠覆我夜月国。随便你怎么想吧，我要睡觉了。大胆！你居然敢让我睡地上！你信不信我杀了你？别睡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陈兄，昨日休息的可好？昨晚我睡得十分香甜，多谢胡兄款待。陈兄，你打算带着他一起参加试炼？没错，我和小白相依为命，不管去哪里都会形影不离。陈兄真是风趣，看着他这副模样，你居然给他取名小白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没办法，小白总是幻想自己有一身纯白色的毛发，我只好给他起这么一个名字了。对了，我带小白参加试炼，不影响吧？此次试炼不限手段，当然也包括战宠。陈兄，请跟我来。胡兄，此处是何地？此处乃是我们夜月国的禁地，也是本次招婿大会的试炼场所。在这禁地深处有一朵彼岸花，谁能将其摘下，谁就有资格迎娶完颜公主。原来是这样呀，那怎么不见其他参赛的妖族？他们都已经进去了，我是专程来接陈兄，所以才没有提前进入。哎呀，原来是因为我才耽搁了胡兄的时间，这真让在下羞愧万分。哎，陈兄不必自责，你我一见如故，这点小算不了什么。而且先跑进去的未必就能占据优势，谁能拿到彼岸花，谁才算赢。陈兄，请吧。这禁地之中的瘴气非同小可，就算是金丹境修士也无法避免被侵蚀。我能安然无恙，全凭妖族体质强悍。区区一个人族修士来到这里，恐怕不到半天就会无声无息地烂掉。啊！
胡兄，此处瘴气绝非寻常，在下这里有特制的解毒丹，你要不要来上一颗？哦，哎呀，陈兄不说，差点给忘了。此处瘴气厉害无比，哪怕是金丹修士也不能避免。不过我胡族体质强悍，能抵御这瘴气，就不用浪费陈兄的宝贵丹药了。对了，陈兄，此处瘴气应该是夜月国禁地特有的，陈兄是如何一眼看出来的？难不成陈兄曾经来过我夜月国的禁地？夜月国的禁地，在下自然是没有来过，但我曾从一本无名的古籍中看过类似的记载。那本古籍上记录了一些奇异之地的风景，其中有一处与这里颇有几分类似。500年来，夜月国禁地从来没有外人进入过。陈兄看到的那本古籍到底是何人所著？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。我发现那本古籍的时候，它已经快烂得不成样子了。或许这本书是在500年前所著也说不定呢。言之有理，我们还是快快出发吧。一休，你的无悲多法抗不了多久了。狼王，你让妖族借用如此不祥的力量，到头来只会给妖族带来灭顶之灾。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回头？我为何要回头？力量就是力量，何来正邪之分？若是不借助这股力量，我如何能灭了大前皇朝？虽然你我种族不同，但我十分欣赏你。只要你肯弃暗投明，我愿助你突破化神境。耗费300年才将这禁地封印撕开一条缝后，借着溢出的力量让夜月国修士暴增。谁知天婆寺和玲珑宗的那2个老家伙竟不要命的来阻止，把缝隙填补了大半。如今一休这秃驴又死死镇压着最后的缺口，若逼急了他以命相拼补上缺口，我再想破开封印可就难如登天了。龟老，还没有查清楚那个人族的来历吗？回狼王，大前皇朝内并无他的记录，或许他用的只是化名。哼，且容他再嚣张几日，等血祭完成，这天下无人能够拦我。到时候不管是人族也好，妖族也罢，所有人都要对我俯首称臣。我觉得你们与其想着怎么弄死对方，不如好好的看一下这些遗迹。少在这故弄玄虚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今日就是你陈长生命丧之时。我知道你杀我，但是你能不能等一下再杀？没看到我在研究东西吗？什么叫等一下再杀？老子现在是要杀你啊！你能不能严肃一点好不好？陈长生，你找死！胡战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要帮外族吗？灵虎，杀人什么时候都可以，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妖族的传承，不是为了内斗。这小子背后定有大能成妖，若是干扰了大计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哼，陈兄，可看出什么端倪了？胡兄，大前皇朝境内的无量秘境，你听说过没有？略有耳闻。无量秘境和这里有什么关系吗？有关系，而且很大。夜月国禁地竟出现了和无量秘境极为相似的古殿，胡兄不觉得奇怪吗？无量秘境非人族不得入，若不是陈兄提起，我还真不知道。这上面的花纹绝非寻常装饰，若二位不急，在下可以尝试破译。我族长老皆无功而返，陈兄有把握破译这上面的东西。2座古殿线索箱定有办法，留下他们的人一定是想让后世知道些什么，而不是故意卖关子。之所以我们看不懂，是因为线索本就是1分为2的。那是因为时间间隔太远，曾经的文字已经消失了。原来如此，陈兄，你有发现了？是什么？快说！二位作为族中少主，想必也是博学多才，你们一定看出了2座青铜古殿的花纹彼此有联系，但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一种文字能与之对应。这能说明什么？时间太久，当年的文字消失在常理之中。有话说有屁放，少在这儿打哑谜。那位大能想要传递信息，一定会想一个可以跨越时间、脱离文字的方法。脱离文字的方法，这个方法最为简单，也最为有效，那就是图画。文字可能会出现断层，但是图画却不会，因为图画是所有生灵学习知识的第一途径。这青铜古殿上的花纹根本不是文字，而是一幅生动的图画。
我们把它当成文字去解读，当然无法理解其中的意思。青铜古殿存在几千年了，我妖族无数大能都束手无策。这个人族来到这里不过短短几个时辰，竟真被他破解了。此等智慧，当真让人汗颜。图画在诉说一个古老的故事，在很久以前，每过一段时间，天空就会降下不可名状的巨手，肆意抓捕地上的生灵。为此，大地上所有的生灵联合起来，始终无济于事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人发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，但万物生灵正是借助了它，才终于击碎了天空中的巨手。可是后来，这股力量比天空中的巨手更加危险。你还有其他花纹吗？快拿出来！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抱歉，我手上的花纹全部都在这儿了。整幅图画我们只凑齐了1/10，想要凑齐完整的故事，我们需要凑齐18座青铜古殿的花纹，其中2个种族正是人族和妖族，至于其他16个种族，早已消失在岁月长河里了。看在我帮你们解开疑问的份上，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再动手？哼，你的悟性让我们感到恐惧，但我想不通的是，你这样的人，为什么要大老远跑来夜月国参加什么招婿大会？这个时候，你就别用仰慕完颜公主这种鬼话来糊弄在下了吧。我来夜月国当然有我的目的，不然我跑这么远干什么？但在说明我的目的之前，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推得出的一个故事。最近夜月国修士数量突然倍增，打得大前皇朝丢盔卸甲。来到夜月国之后，我又了解到了另一些事情。夜月国内部曾经遭到过一场极其残酷的清洗。对此，我同样很疑惑，因为我想不通，为什么经过大规模清洗之后，夜月国的整体实力不仅没有下降，反而暴增。同时，我还了解到，大前皇朝内部可能出现了叛徒。所有的线索看似散乱，却隐隐有着某种关联，但始终缺少了一块最关键的拼图。直到现在，站在这里，我终于找到了这个关键。18座青铜古殿刻下的都是同一个故事，但因为年代久远，变得残破不堪，单靠一座古殿是无法拼凑出完整信息的。所以，我有理由怀疑，大前皇朝的那个叛徒正是带着这个惊天秘密投靠了夜月国。而且，你们发现没有，这里的青铜古殿是有人故意损坏的，而损坏的部分恰好就是当年万物生灵借用那股不祥力量的部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们别想着杀我了，因为要杀我，还轮不到你们。从你们刚才的反应来看，你们也根本不知道夜月国突然变强的真正秘密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们俩也是来探寻这个秘密的吧？现在这个要命的秘密被你们知道了，你们觉得那个故意损毁青铜古殿的幕后黑手会放过你们吗？好，如此青年才俊，简直是世间罕见。启禀狼王，此人乃是大前皇朝派来的奸细，在此妖言惑众，我等正准备将其拿下，献给狼王发落。你们虎族就是爱玩这些上不了台面的小伎俩。当初你们怂恿虎族那小子去追求月儿，无非就是想利用月儿套出这背后的秘密。现如今秘密你们已经知道了，还不满意吗？你们的路也该走到尽头了。狐族和虎族的那2个老古董，还真以为联起手来就能逼本王把秘密交出来，这种想法简直太天真了。你们2个算是妖族的未来，如果现在弃暗投明，我可以不杀你们，甚至还能赐予你们一场大机缘。我等愿誓死效忠狼王。陈长生，我很欣赏你的才华，供出你幕后的主使，并且归顺于我，我饶你不死。狼王恐怕要失望了，我背后的人你永远也猜不到。另外，据我所知，想要获得那股不祥的力量，似乎需要进行某种血祭吧。狼王现在还没杀我，应该是觉得我这身修为不想浪费吧。你果然知道的太多了，既然如此，那本王就让你如愿。终究还是差了一点，没了月儿的纯阴之血为引，单凭这个血池的药力，恐怕无法助我突破化神期。龟老，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回狼王，老朽确实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这个办法就是吃了你，吃
吃了你，我就能突破化神境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我既然能助你达到化神圆满，自然在传你的功法里留了反制你的方法。这化神圆满的心脏果然是大补之物，接下来就该你了。你为什么不怕我？师祖，都到了这个时候，您还是不愿意显露真身吗？还是被你猜出来了，你果然是上清观500年来最为杰出的弟子。也罢，事已至此，此人正是上清观的祖师陈长生修行之路的引路人羽化真人。不远千里，来到这凶险的夜月国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跟师祖说说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夜月国修士因为这邪门功法实力暴增，确实不假。但师傅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手，没道理会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。所以你怀疑大前皇朝出了叛徒，走漏了风声？师傅他们的行军路线和潜伏位置是门派绝密，哪怕是大前皇朝，也未必能全部知晓。唯一的解释就是上清观内部出了叛徒。我怀疑过观里的所有人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人会是师祖您。师祖您已经是化神期大能了，这区区夜月国根本开不出能招揽您的价格。那你又怎么能肯定我就是那个叛徒呢？其实我也是刚刚才敢确认，师祖您就是那个叛徒。来到夜月国之后，我碰到了一个妖族，他居然能一眼认出上清观的不传之秘血遁，并且上清观的底细极为了解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他对上清观了解得如此之深，却偏偏只知道上清观有9名真传弟子。而且这个叛徒对我很好，刻意切断了所有关于我的信息来源，保护了我。为此我还小小的试探了一下，在招婿大会上直接报出了真名。可是直到现在，夜月国高层依旧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这足以说明很多东西了。从别人口中听自己的故事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进入禁地时，我已经见过了师傅的尸体，所以叛徒不会是师傅。随着青铜古殿秘密的揭开，您的动机就完全成立了。另外，我在上清观书坟里看过一本无名游记，上面详细记录了夜月国禁地的情况。那本游记距今应该有500年以上的历史了。师祖，您在500年前就已经动了这个念头，对吗？招你入上清院，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缺的事情。我500年的布局，你短短5年就全部解开了。长生，你的悟性可谓是旷古烁今。为什么？师祖，您想得到力量没有错，哪怕您想要另立皇朝，师傅他们也绝对会誓死跟随您的。您为什么要杀了他们？上清观是我的心血，我本不想让上清观参与其中，可是他们不但不支持我，反而将这个秘密泄露了出去。不然你以为玲珑宗和天佛寺的人是怎么发现我的布局的？布局了整整500年，挡路者死。那三师兄呢？您为什么会放过他？近水那懒散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清风他们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，他恰好跑出去偷懒了，所以他什么都不知情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获取那股力量需要血迹？您这么聪明，怎么现在反倒糊涂了？无量秘境您估计都不知道偷偷去了多少次了。我在临摹的时候故意藏私了一部分花纹。啊，是啊，以你这种谨慎入微的性子，偷偷藏私完全在情理之中。长生，整个上清观当中，你知道为什么最看重你吗？因为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就连我也没有的气质，那就是淡然。你没有凡人身上的那股忙碌劲儿，也没有修士身上的那股执念，仿佛世间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你人生中的过往云烟罢了。修行者修道只为长生，但哪怕是活了1000年的化神期修士，身上也没有你那股气质。事实证明我并没有看错你，现在机会就在你眼前，只要我们联手，我们能比所有人走得更远。怎么，你也觉得这股力量是不祥吗？这一点你大可放心，我详细研究过这个事情，经过血脉的过滤，就不会有这个麻烦了。看守青铜古殿的18个种族，正是过滤这股力量最好的工具。他们的族人会不断繁衍，源源不断地为我提供纯净的血脉之力。完颜阿骨多那个蠢货，一直用他女儿的身体过滤这股力量，但他却不知道血脉不纯是无法过滤干净的，不然他也不会被我反制。师祖，我来夜月国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把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。你终究还是和曾经一样，但你也应该知道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弟子当然知道，还请师祖看在曾经的情分上，让弟子给师父收完尸再动手吧。哼，
送葬人，有意思的称呼，但你为什么只挖了3座坟？难不成你认为你能活着带走他们？师祖说出来不怕你笑话。弟子在没有入门前是卖棺材的，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稀里糊涂的称号。但作为从事这个行业的专业人才，弟子对量的把控还是很精准的。哦，你凭什么有这样的把握？师祖，你听说过百拜仙尊吗？孽障，还敢现身！去！一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走！站住！师祖，弟子是卖棺材的，终有一日，弟子会来给你送葬的。别躺着了，快起来接着跑呀！祖宗，我刚刚施展的是天佛寺的禁忌秘术，使用一次不但消耗全身精血，还会折损10年寿命。贫僧只是个元婴期，不是化神大能。用一次你只是短寿10年，我告诉你，化神圆满的完颜阿骨都在羽化真人手上一招都没走过。等他追上来，你不用等10年，现在就得没命。走！他要是能追过来，就让他杀吧。再跑下去，不用他动手，老子自己就没命了。我这个好徒孙还真是太能跑了，短短2个时辰，竟然逃出了万里之外。我的好徒孙，你可千万要躲好了，若是让师祖找到你，你恐怕就小命不保了。本体那边出了麻烦，这具分身不能在此耽搁太久了。长生，咱们能不跑了吗？羽化真人只是化神圆满，不是化神之上。我们现在已经逃出万里之外了，他抓不到我们的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天知道我那位师祖有没有什么诡异秘术能找到我们。这下总不用跑了吧？我们距离夜月国已经整整3万里了，羽化真人就算是神仙，也不一定能找到我们了。确实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和夜月国隔着一个皇朝，他就算想来抓我们，恐怕也没这么简单了。既然你说没问题，那大概就是没问题了。对了，你当年念生呢？师叔他老人家不见了。就算你现在告诉我，念生已经惨遭毒手，我也能够勉强理解。但不见了是什么意思？他可是和你一起进入夜月国禁闭的一个大活人，怎么会不见了？当初宗门知道羽化真人叛国后，我们很顺利地发现了夜月国的秘密。可是，在封印古不祥力量的时候围剿我们，那天蓬寺和玲珑宗的老祖都赶来救援了，可我们依旧无法突围。最终，2位老祖以牺牲自己为代价，强行将那股力量封印了大半。我问的不是夜月国禁地的情况，我想知道李念生是死是活。老祖牺牲之后，我们2个自然也是逃不掉的。本来以为马上就要身死道消，谁曾想师叔居然在青铜古殿里发现了一个残破的上古传送阵。然后呢？你别告诉我，你独自一个人留下来断后，让念生先走。是那传送阵是残破的，我在传送途中不小心掉出来了，后来实在没办法，我只能躲在封印的裂缝当中。只要他们想杀我，我就摆出同归于尽的架势。要不是这样，我恐怕就活不到现在了。那青铜古殿中的传送阵通往哪里？不知道，上古传送阵威力大得很，我看不懂，但传送距离应该在10万里以上吧。
传送距离10万里以上，这茫茫人海，我到底要上哪儿去找念生这丫头？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师叔已是元婴圆满，距离化神只有1步之遥。以他的实力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活得很好。对了，你怎么突然就金丹境了？我记得你以前修炼天赋很差。还有，师叔好像很早以前就认识你，你到底活了多久？不是你哭什么？你爹又不是我杀的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你还能保住性命，应该高兴才对。我凭什么不能哭？我最爱的父亲利用我，而且他还死了。碰到这种事情，你哭不哭？谢谢你为我爹收尸。虽然他利用我，但他终究是我爹。如果没有你，他恐怕会落个破尸荒野的下场。那个，你爹大概率不会破尸荒野，他身上的尸毒那么厉害，搞不好羽化真人要用你爹的尸体血脉，所以就算陈长生把他埋了，多半还是会被挖出来。当我没说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，这修仙界我是看透了，打算干回老本行，卖棺材。你们呢？羽化真人掌控了夜月国，如果长久下去，子民一定会遭受灭顶之灾，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去。你呢？阿弥陀佛，大前皇朝和夜月国皆处在水深火热中，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。说人话。我要带领天佛寺跑远点儿，羽化真人肯定不会放过我们。这是我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，既然你要回去，就顺道把他们带走。这是我选好的风水宝地。你这动作也太熟练了，这些东西你该不会是早就准备好了吧？恭喜你猜对了，从我入上清观开始，我就给所有的师兄弟准备了棺材和风水宝地，包括我师父和师祖。照你这么说，连我的也准备了？是的，但是你要给钱，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给你打个8折。陈长生，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你这么早就给我准备棺材和坟地，是不是有些为时过早？我这是为你好啊，你现在不买，以后可就没机会了。早点准备，省得到时候麻烦。你又不是不会死，早晚有这么一天的。不是，我现在是元婴境修士，未来也不是没可能达到化神境。化神修士就不会死了？行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咱俩谁给谁收尸还不一定呢。对了，你说的那个百拜仙尊是谁？再要不是有他的虚影，我们可就死定了。这个你就别想了，百拜仙尊少说也是2000年前的人物，现在死的估计连灰都不剩了。我在无量秘境中发现了他留下的石棺，上面记录了一些他的事迹。原本他准备在秘境作画的，后来又选了别的地方。先前我以为这位前辈只是找了个好地方，但发现青铜古殿的秘密后，我觉得情况没那么简单。本来就是随手试一试，没想到还真起作用了。那如果百拜仙尊留下的石棺不起作用呢？那我就只好投靠我那位师祖了。我虽然是卖棺材的，但这不代表我想死。虽然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但你怎么能说得这么轻松？真不知道该说你是冷血无情还是重情重义。说你冷血无情，你不远千里冒着9死1生的风险来给故人收尸；说你重情重义，你说起投靠敌人的话，居然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。你们该走了。百拜仙尊的石棺，就算没解决羽化真人，也会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。现在你们知道了他的秘密，他不敢光明正大的杀你们，小心一点，应该能活下来。现在我们回去定是危机四伏，你就不劝一劝我们？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万物生灵走向终结是一定会发生的事。这条路是你们自己要走的，我为什么要劝？最多卖给你们的棺材打个折上折喽。说的有道理，但你真是个王八蛋，真受不了你这个无情的家伙。等过个1800年之后，我再来给你收尸吧。小和尚虽然每次都说不过我，但他还是很聪明的。听说这个国家叫玄武国，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。先生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呀！大壮，有什么事你就直说，能帮你的我一定帮。先生，这是我全部的身家了，剩下的灵石我一定给你凑齐，只求你能帮我弟弟恢复全尸。唉，生意就是生意，从来没有拖欠这一说法。正好我最近缺一些药材，我可以收购你们的药材，里面装的全都是一些低级药材，而且品相很差。不错，全都是我要的上品药材，我出100灵石收购，请我送葬，最低标准100灵石。
最近小店有活动，再送你一副上好的棺材，如何？多谢先生，先生的大恩大德，在下永不敢忘。呼，去见你弟弟最后一面吧，尽快让他入土为安。先生，你这涉猎的行业也忒多了点吧？白氏一条龙被你包圆也就算了，你还炼丹外加治病。前2天我还看到你在棺材上刻画阵法，你该不会又要多开一个项目吧？这还不是被你们逼出来的。你这手养上1个月就能活动了，以后少和别人打架。要不是人家手下留情，你这右手估计就废了。先生，这次是我大意了，下次我绝对不会输给他。玄武国这帮人好战的性子，真是刻进骨髓里了。我真后悔当初救你，每年你都要来请我一次，整整10年了，你难道不嫌烦吗？若是能请到先生，别说是10年，就是再花10年又如何？10年前若非先生搭救，星河早就命丧黄泉了。不过星河想不通的是，您为何甘心隐居在这小小的边陲小镇？我不去玄武国的皇都，不是因为我恃才傲物，也不是因为你开的条件不够，而是因为实在是皇都比不上我这苦海镇呀。先生说的是，但玄武国实在是求贤若渴。先生，这次星河带来了一些东西，相信定能弥补先生的损失。这株七星草乃是我皇室珍宝，珍藏已有300年之久，而这株千年肉灵芝更是玄武国花费了巨大代价才寻得的。至于这本功法，乃是大名鼎鼎的九转玄功，若非残缺，只有前3则，此功法定能位列天阶。只要先生愿意前往皇都，这些东西全都是先生的。这左星河这次确实下了血本，肉灵芝、七星草，这些可都是传说中琉璃丹的主材料。据说一旦服下琉璃丹，便可成就金刚琉璃身，肉身强悍程度足以搬山倒海。先生果然识货，此身一成，非化神期修士不可破。先生，难道这份礼物还入不了您的法眼？先生想要什么尽可开口，只要是星河能弄到的，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这，星河公子，并非在下不识抬举，只是我这人散淡惯了，实在不愿沾染皇室的是非。你开出的价码越高，说明背后的麻烦就越大。在下自认本领有限，公子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先生，难道关于青铜古殿的消息，你也不想知道了吗？你当真找到了？没错，10年前先生随口提过一句，您或许没放在心上，但星河却牢记于心。这10年来，我从未停止调查，终于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，而且这线索与皇都眼下的变故正好有所牵连。先生若想探寻古殿，恐怕必须往皇都走一遭了。自从念生在青铜古殿消失，我苦寻10多年都杳无音讯。这世界广袤无边，18座古殿不知散落在哪个角落。本已打算放下，没想到今日又有了音讯。你这消息可真是把我难住了。也罢，就陪你走一趟。但言在先，皇都的事情我只能尽力而为，能不能成，我可不敢打包票。我先进去收拾些东西，等下随你出发。多谢先生。去夜月国收尸花了5年时间，在这玄武国卖棺材又度过了43年，粗粗算来，我离开上清已经快有49个年头了。当初3师兄伤了根基，最多也只有50年寿元，现如今风波再起，老天爷你是在提醒我，该去给3师兄收尸了。我的师祖呀，收1个也是收，收2个也是收，3师兄如今快死了，你也没必要活着了吧？徒孙花了40年给你准备了一具上好的棺材，你老人家也应该能瞑目了。坐骑颠簸，还请先生屈尊于马车。等到了长安，星河一定好好的给先生接风洗尘。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。之前不和你交谈，那是因为不想插手玄武国皇室的泥潭。先生，其实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惑了在下许久。众所周知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修士同样也是如此。可是先生不但修为不差，而且还精通炼丹、阵法、医术、寻龙点穴以及其他很多东西。这么多的东西，先生是如何能将它们全部学会，而且门门精通？你今年多大了？星河今年正好满100岁。在100岁的年纪能有你这个修为，确实算得上是颇有天赋。这么多年的时间里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这么久，对于凡人来说很可能就是一生，但与凡人不同的是，修士比凡人的100年更有价值。然而这么久的时间过去了，你得到了些什么？在这些时间里，我得到了修为、权力，还有一位如花美眷的道侣。总结得很到位。那除了这些之外呢？比如外出游玩、风花雪月、
争强好胜，这些事情同样也占据了你大部分时间。在下并不是什么天才，也没有什么厉害无比的师傅，我只是把你们丢弃的时间捡了起来，仅此而已。修身先修心，心境不够，如何能在修行之路上引吭高歌？好一句仅此而已，先生这一句话足以让天下修士无地自容。先生如此大才，玄武国愿以国士之位待之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还是算了吧，我的心思不在这上面。另外，你这次花这么大的代价请我出山，那就说明长安城的情况已经十分不乐观了。你父皇还能活多久？父皇乃是玄武国有史以来最强的君王，可是人凭修为再高，神通再精，父皇终究是敌不过天人五帅。现如今，父皇大限只有1年不到的时间了。前段时间父皇下旨，谁能选到龙穴所在，谁便能继承玄武国的皇位。左皇迄今为止已经存活了2300年，所有能延寿的方法，我想玄武国应该都用过了。如今我想他要找的应该不是龙穴，而是能让人觅活一世的地方吧。若是这个地方这么好找，那么星河就不来请先生出山了。我那几位皇帝都找到了高手下注，在下实在没有把握能够胜过他们，不得已才会来打扰先生清修。就是不知先生对这件事有几成把握？10成不敢说，5、6成还是有的。先生，你当真有如此大的把握？找到那个地方的把握我有，但是找到并不代表能成功。能不能成功，这就要看你们玄武国愿意花多大的代价了。另外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逆活一事是所有寿元将近的人都想的事情，但是能做到的人却寥寥无几。你最好劝一下你的父皇，让他打消这个念头。先生所言极是，我也明白这个道理。可父皇的意志，又岂是他人可以更改的？左皇活了2300年，他存活的时间比化神期修士还要多上1倍。正所谓人老精马老滑，现如今的长安城说是龙潭虎穴也不为过。若不是为了调查青铜古殿的线索，自己是绝对不会插手这件事情的。父皇，儿臣遍访高人，寻遍玄武国所有名山大堪，终于替父皇找到一处龙穴所在。有了这个龙穴，定能助父皇再活一世。父皇，儿臣为了寻找那处绝佳龙穴，可谓是费尽了千辛万苦。儿臣寻得的宝地更是夺天地之造化。先生，吃食这些还是等一下吧，要不我们先介绍一下龙穴。现在是宴会，吃东西才是正事。另外，你现在关心的应该不是这件事啊。现在不关心龙穴的事，那能关注什么？你爹马上要死了，你们9个儿子兴高采烈地给他找墓地，你不觉得这事儿有些说不过去吗？父皇大限将至，要找龙穴不假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表面功夫也得做足。先生，现在还来得及吗？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，记得动作夸张一点。父皇，儿臣舍不得你呀！朕活了2300年，这大殿里的所有谈话，怎能逃过朕的耳朵？这9个逆崽的心思，朕烂熟于心。倒是老大找来的这个帮手，这成何体统？父皇，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如今儿臣心中不舍呀。你的孝心我是知道的，但生离死别乃是天道，你也不必太伤心。多谢左皇，能不能要点脸？这么不要脸的手术，到底是你们俩谁想出来的？为什么我就想不到呢？这痛哭流涕明显是个加分项啊！朕大限将至，欲寻一处仙源之地逆活一事。10年前，朕曾许诺，谁能找到真正的仙源之地，玄武国的皇位就归谁。现如今是你们展现成果的时候了。大哥，你从哪里找来这么一个乡野村夫？岂不是丢尽了我玄武国的脸面？没听说过压台出场场吗？厉害的人都是最后才出现的，慌什么？左皇，请恕在下直言，这8个地方在我眼中都是垃圾。想要逆活一世，唯有一个地方有几分可能。放肆！你是曾何门何派，居然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，说出你的师门！今日就让我们替你的师傅好好教训一下你。抱歉，在下的师门并不擅长寻龙点穴。另外，在下的本职工作是卖棺材，同时兼职寻龙点穴以及包办白事一条龙。大哥他找个卖棺材的人来敷衍了事，明显就是想破坏您的大计。但暗地里恐怕早就觊觎父皇的皇位了。这位先生的职业颇有几分意思，不知该如何称呼？在下姓陈，名长生，陛下称呼在下长生即可。长生是个好名字，那不知长生先生可否解释一下刚刚的言论？他们8人皆是玄武国有名的风水大师，长生先生如此轻视，
陛下要找的龙穴乃是能逆活一世的地方。这么神奇的地方，要是能被轻易找到，那天下修士就不会因为寿元所烦恼了。而且生灵是否能逆活一世，时至今日依旧是一个传说。这些人上来就夸夸其谈，足以说明他们口中的话都是骗人的。骗人的话，可不就是垃圾？有几分道理。那不知长生先生选的龙穴所在何处？朕也很想看看长生先生选的龙穴到底有何不同。就是这个地方，放眼方圆10万里，也就只有这个地方有可能助陛下逆活一世。荒谬！荒古禁闭乃是天下公认的禁忌之地，那里怎么会有龙穴？唉，你们成天把禁忌挂在嘴边，请问你们知道什么是禁忌吗？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此子意图把陛下引向荒古禁地，简直是其心可诛。长生先生为何会选择这样一个地方？荒古禁地，生灵勿入，那里可是一个十死无生的绝地啊！而且听长生先生的意思，你似乎知道什么是禁忌。陛下说笑了，禁忌是古往今来都无法说清楚的，在下只不过是勉强想出了一些词语去表达而已。不可被认知，不可被描述，不可被观察，拥有以上特点的，便是世人口中的禁忌。先生这一席话，可谓是道出了禁忌的恐怖了解。那先生为何还会选择那个地方？因为冻忌之气，这片大地上自然也存在其他牌强者，他们同样的问题困扰出，说出陛下同样的选择。虽然禁忌无法被描述，这样强大的存在，他们所在了万物停留的地方，也一定是最好的。陛下想要逆活一世，刚刚的那8个龙穴虽然好，但对陛下来说还不够。想要逆活一世，唯有向死而生，硬闯荒古禁区，方有一线生机。这个乡野村妇竟敢提出如此疯狂的言论！若是陛下真的听信于他，整个玄武国都会走向毁灭的。今日有些乏了，都回去吧。从今日起，长生先生为玄武国的国师，玄武国境内，长生先生可自由出入。这简直是天大的恩宠！不是，陛下你不能这样呀！我和大皇子说好了，不担任玄武国任何职务的。老子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！如果不是陛下看中你，老子高低得弄死你！先生，你为何要选择荒古禁地？原因我刚说过了呀，只有荒古禁地才有可能助陛下逆活一世，其他地方没有这种可能。先生，您刚刚说的理由确实无懈可击，但星河相信你一定还有其他的理由。你既然知道，那我就不用多说了吧。原以为你比较聪明，多少能看透目前的局势，谁曾想你现在都没看透。陛下是玄武国最强者，也是最了解玄武国，他难道会不清楚什么地方助他逆活一世？先生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荒古禁地是父皇的意思？你陛下距今已经活了2300年了，而在前面的2200年当中，陛下是没有子嗣和道侣的。可是，在后面100年的时间里，你诞生了，而且还陆续多了8个兄弟。而且逆活一世这种事情比登天还难，短时间的准备是不可能成功的。您的意思是说，父皇早在100年前就开始准备了？先生，你该不会是姓左吧？麻烦你不要开这种伦理的玩笑，在下姓陈，这点是毋庸置疑的。我不是陛下的私生子，也不是你的亲哥哥。既然先生不是父皇的子嗣，那父皇为何会对先生如此优待？难道就因为先生猜到了父皇的心思？这是什么书？这是玄武国的史书，玄武国开国以来的所有事情都记录在了其中。原来是玄武国的史书呀，这可是个好东西。青铜古殿的记载，你就是从这里知道的吧？是的，前不久我来玄武阁调取九转玄功，想请先生出山，偶然间才发现了这个线索。陛下为了请我出来，也是煞费苦心啊。看我干什么？你不会真以为青铜古殿的线索是你自己偶然发现的吧？这本书那么厚，内容那么多，碰巧翻开的一页就记载了我所要找的青铜古殿。是谁在背后推动？还能是谁？当然是你的父皇啊！可青铜古殿的事情，先生只对我一个人说过呀。没错，但是你调查青铜古殿，消息就会泄露了呀。在这长安城的1亩3分地上，你做什么，陛下能不知道吗？在父皇面前，我突然感觉自己就像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孩子。既然先生了解父皇的想法，那先生觉得父皇接下来会怎么做？还能怎么做？当然是考虑是否能接受我开出的价格。先生，难道你知道进入荒古禁地的把握？把握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，但是不算多，只有半成。不过你也别小看这半成把握，就算你父皇用整个玄武阁交换，那也是大赚特赚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，我要安静看书了。另外记得叫人把玄武阁的典籍都抄一份给我，留着慢慢看。你还真沉得住气。见过陛下。1个月时间你就看了这么多，看样子你很喜欢看书。玄武阁给你了，国师你也当上了，送给你的资源照单全收，拿到这么多好处，依旧贪得无厌。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陛下这话不对，
我虽然拿了很多东西，但那都不是我想要的。交易讲究公平，强买强卖不行。我十分肯定，陛下不会杀我，也不会强迫我做任何事。你凭什么这么自信？就凭荒古禁地，去那种凶险之地不能出意外。陛下带进去的人必须绝对忠诚。若是强迫我，陛下心中也会不安吧？开出你的条件，请陛下帮我杀一个人。至于那半成机会，在杀那个人的过程中，陛下自会拿到手。有意思，以你的实力和智慧都杀不了的人，绝不简单。你身上有大前皇朝的路数，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说说你的过往？那就从80年前说起吧。夜月国禁地一战之后，我逃到了玄武国，千里跋涉，九死一生，只为给故人送葬。你不惜冒着得罪我的风险，也要请我出手杀了你的师祖，目的是什么？报仇吗？并不是，请陛下出手，只是为了曾经的一个承诺。我说过要替他送葬，说话要算数。好一个说话算话！你所说的半成把握，来自于荒古禁地中出现的一座青铜古殿吧？你不怕我借用那古殿下不祥的力量？我只寻找青铜古殿，确认一位消失故人的安全，仅此而已。你的要求让我无法拒绝。荒古禁地危险重重，能多一次机会我也不会放过。准备一下，明日出发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陛下，我那位师祖50年前就已经是化神圆满了，您真的有把握吗？荒古禁地的恐怖，化神圆满敢进吗？大前皇朝那样的国家我灭了2个，化神之上不敢做的事儿，我敢。您老人家应该会很惊讶吧？先生，你在看什么？看看曾经的故人而已。可是这里距离大前皇朝足足有3万里，先生能看得到他们吗？故人在心中，自然不需要用眼睛看。师兄，你怎么又来这儿了？你现在是不败道人，抵挡夜月国还要靠你。如果你出了问题怎么办？我只是个将死之人。师兄，你说长生大哥会回来吗？他当然会回来，因为他要给我收尸送葬。小师弟是个重承诺的人，如今我快死了，那就说明他快回来了。走吧，你肩上担子重，去见师父前，我有心里话要和他们说。至于夜月国禁闭的真相，你就断了念头吧。师父，一个好好的圣清观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力量和寿元真的就比得上一切吗？和蔼的师祖为了力量害死了师父和师兄弟，这残酷的真相只能由我带进黄泉了。先生，夜月国的妖王被一个叫送葬人的神秘人杀了。您是大前皇朝的人，听过他的消息吗？我们防患于未然也是有必要的，说不定是个喜怒无常的杀人狂魔。杀人狂魔？送葬人我知道，他不会阻拦今天5国的。送葬人就是我的外号，我怎么不知道我喜怒无常还是杀人狂魔？先生，你怎么会是送葬人？我为什么不能是？别忘了我是卖棺材的，包办白事一条龙。想找出真相，需要直面本质。这件事我暂时不掺和，先去办些事，过段时间回来。先生，你要去哪儿？父皇，你为什么不拦住他？就不怕他跑了吗？而且，难道真没别的办法替您延长寿命了？你真的太像年轻时的我了，总认为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可是活了2000多年后，我变了。你认为父皇变得懦弱了，不敢直面死亡。当你看到石头化为尘埃，沧海变成平原，你会发现时间才是最大的敌人。你只知道直面死亡需要勇气，却不知道在知道死亡之后，依旧去追求长生，需要更大的勇气。若你坐到朕的位置上，你有那个勇气去追求长生吗？儿臣没有这个勇气。没有也是好事，至少你的未来是稳定的，将来一定要重用陈长生。可是陈长生对权力不感兴趣啊。这是你的事。小师弟，是你来了吗？三师兄，是我。我就知道你会来，因为你承诺过的事一定会做到。师兄，你马上就要死了，我还是赶快给你换寿衣吧。等你尸体变冷，那个时候换衣服很麻烦的。好。
好你个臭小子！虽然我马上就要死了，但我这不是还没死吗？50年没见了，就不能让我和你说说话呀？三师兄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别告诉我你还有什么执念没完成。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这个人最怕麻烦，但是完成遗愿这种事儿，我可不是很擅长。放屁！你三师兄我是那种看不开的人吗？生前没能完成的事情，死后我也不会去麻烦任何人。我只不过想在临死前夸夸你，这样也不行吗？当然行了。三师兄的夸奖我可是很少听到呀。哼，夸奖你那是对你的鼓励，但你也不能太过骄傲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任凭你生前如何叱咤风云，终究是免不了这几块木板。什么功法，什么神兵利器，都只不过是过往云烟。当初你用师傅的雷击木做棺材，我只以为你是孩子心性，可是现在我才明白，上清观当中唯有你看得最明白。伤感的话也说了，快让我看看你给我准备了什么样的棺材。师兄，我给你准备了一具上好的金丝楠木棺材，金丝楠木可保护尸体千年不腐，你摸摸。很好，不枉我白疼你一场。师祖的棺材你准备了吗？当然，千年雷击桃木，上面刻画了阵法，保证师祖永远不会诈尸，到时候和你们葬在一起，这样你们也能慢慢的和他讨论曾经的过往了。还是小师弟你想的妥当呀。师兄，这是我根据古法酿制的百花酒，在无量秘境的时候，我拉着远山，没有让他去和其他人争斗。为了不被骂，我这百花酒一部分准备交给师傅，希望他老人家手下留情，而另一部分则是准备贿赂你，让你给我说好话。可谁曾想，这坛百花酒你们时至今日才喝上。师傅师兄们，我还要去把师祖带来见你们呢，先走一步了。父皇，无量秘境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之中，现在只差羽化真人所占领的夜月国禁闭了。另外，天佛寺的人想求见父皇。夜月国禁闭为而不恭，天佛寺的那些人让他们等着。做事情要有始有终，这件事情因为陈长生而起，自然也要由他来结束。真是巧了，刚提到他就来了。陛下恕罪，长生去处理了一些私事，来迟了。你师祖被我困在了禁地当中，就等着你来给他送葬呢。不得不说，你那师祖还是有几分本事的。他的分身，朕居然花了2招才将其打爆。另外，你的故人好像知道你回来了，所以你是打算先去给你主祖送葬，还是先去见你的故人呢？当然是先去见故人了。我那师祖虽然在陛下眼里算不了什么，但我可不是他的对手。万一我那师祖临死反扑，我可受不了。所以我和陛下还是分兵行动的好。我就是欣赏你做事的这股稳妥劲儿。也罢，就给你的师祖留口气，让你们徒孙俩好好叙旧。这么猛的吗？修仙界可真危险，幸好我不喜欢打架。长生大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。几十年没见，曾经的那个跟皮帽终于长大了。接下来你打算干什么？还能什么？当然是走自己的路呀。你还是要走？也不算是走吧，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也有独属于自己的归宿。我只是去我该去的地方，做我该做的事。为什么？麻烦已经解决了，上清观百废待兴。长生大哥，你难道就真的撒手不管了吗？长生，你要去哪儿？重建上清观，那是你的使命，不是我的。人与人的命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天生适合扎根在某处，有的人则适合四海为家。道门讲究一个缘字，我与诸位的缘分已尽，也是时候说再见了。小和尚，我和你认识的时间最久，我马上就要走了，你就不挽留一下？谁能留得住？我们是这片土地上的花草树木，而你却是短暂停留的鸟儿。鸟儿无论停留多久，始终是会飞走的。我早就算到有今天了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佛法还是有长进的，继续努力，争取以后成为一代大师。
那边的事情结束了，我要去给某个故人收尸了。别看了，这家伙是不会因为某人停留下来的。另外，你在这50年里，天天叫嚣着要暴打陈长生，报复曾经他对你的羞辱。现如今人已经来了，你为什么不出手呢？我可以帮你啊，他其实不擅长打架的，我们2个联手有绝对的机会痛揍他一顿的。佛门讲究慈悲，你满口戾气，我看离入魔不远了。还能再见到他吗？不好说，但活得久一点，还是有机会的。或许从那年我的毛发被他染成黑色开始，我就已经深深记住了这个有意思的混蛋了吧。师祖，徒孙给你打造的这具棺材，你看怎么样？不错，看得出你很用心。上次你侥幸逃脱，我心中就一直有种隐约的不安。但我没想到你会回来的这么快，而且还请到了这么强的帮手。没办法，师祖你这么强，我一个人怎么能给你送葬呢？现在都到这个份上了，师祖能不能回答徒身几个问题？可以。无量秘境同样有青铜古殿，你为什么会跑到夜月国来布局？无量秘境下面镇压的东西被人灭了，所以我找到了夜月国。原来是这样呀，那我再问第2个问题，你杀了师傅他们，你后悔过吗？些许风霜罢了。好了，阻止这青铜古都殿下臣的反噬之力，竟然如此霸道，连我都感到十分吃力。陛下，研究这古殿可有收获？确实有一些，每座青铜古殿当中应该都有一个传送阵，而传送阵当中还蕴含着某种联系。至于具体什么联系，我也不太清楚。若是那座青铜古殿的传送阵还能用，说不定真的能进入荒古禁地。如此一来，我安全进入荒古禁地的把握起码多了2成。对了，这应该是你的东西，还给你吧。多谢陛下。陛下，百拜仙尊乃是2000年前的人物，陛下可否听说过他的名号？听说过。在我10岁的时候，我就听说过他的传闻了。只不过那时候他已经是2000年前的人物了。这石棺上面的文字是2000年前一个皇朝的文字，从我记事起就已经灭亡了一段时间。等等，左皇10岁的时候，百拜仙尊就已经是2000年前的人物了。陛下，既然4000年前百拜仙尊就存在了，那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？不清楚，只凭借一个虚影就能镇压住此处的和羽化真人和夜月国的所有高手，这种手段我做不到。若不是这青铜古殿镇压着，我也很想借用一下此处的力量。陛下，在下还要去给师祖安葬，就先行告退了。去吧，但是要快些。取走无量秘境的青铜古殿可花不了多少时间。快200年了，200年前我从未想过会离开大千，也没想过会卷入这些大能的恩怨中。当时我只想安安静静的活着，做些有意思的事，让一个最不想修仙的人达到元婴境，真是世事无常。一段历程已经结束，再怎么惊心动魄，也已经是过去了。活着的人，永远都要向前看。陛下，硬闯荒古禁地这种事，在下恐怕不是很擅长，要不等一会儿您先进去。荒古禁壁中有另一座青铜古殿，你不进去怎么能看得到呢？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但我不擅长打架呀。硬闯荒古禁壁只有1次机会，你不跟在我身边，大概率是没有机会进去的。另外，青铜古殿的修复工作是你主持的，你如果不和我一起，你觉得我会放心吗？你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念生是在青铜古殿传送当中消失的，我本想好好研究一下传送之间的关联，找寻线索，我真没别的意思啊。就算左皇放弃逆活一世的想法，为了念生，我自己也会想办法进去。若非如此，我早就溜之大营了，哪还会傻傻的留在这里？这里是传说中的荒古禁地，翻遍玄武国最古老的典籍，关于它的危险也找不到分毫具体描述，唯有简单的7个字：大恐怖，十死无生。这3尊傀儡倾尽了我玄武国全部资源打造，皆可敌化神期大能，防御力惊人，用来探路。
最为稳妥。看样子，荒古禁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一面。这汇聚100万人力量的绝世战阵，正是玄武国征战多年、百战不殆的终极底牌。这是什么级别的阵法？仅仅是看了一眼，神魂竟险些被反噬撕裂。破阵，杀！好恐怖的肉体！玄武国专修外体，炼体5层便可匹敌化神。当初左皇室羽化真人如蝼蚁，我猜他至少是第6境。没想到他全面爆发的实力，竟然已经彻底踏入了传说中的第7境。破开了，居然真的被他破开了！左星河之所以能活下来，是荒古禁地中的禁忌存在故意留下的活口。他们要左星河活着回去，用他的嘴去警告世人：荒古禁地绝不可侵犯。
的声音都没有，应该安全了吧？